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ylie，歡迎返嚟啦。咁上回講到咧，如果你要入籍德國，就要考呢個語言測試嘅。如果你一早已經有 B1 或者以上當局認可嘅德語程度證書咧，你基本上就可以攞呢張證書去遞表，你唔使特登去考多次。咁但係幾年前其實我已經讀到 C1 高級程度嘅德語，但係點解我會走去考呢個中級程度嘅 B1 試咧？呢個 video 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首先時間係翻幾年前啦，話說當時我喺3-4年前啦，喺慕尼黑做嘢，咁嗰陣時我就喺夜校讀緊 B2 嘅德文課程。合約完咗之後，我就好想德文繼續飛快地進步啦，咁就去咗報讀呢個 VHS Fachhochschule，即係德國社區大學嘅德語課程啦。咁因為喺 VHS 面試嗰時候，我要考個 Einstufungstest 係評核試咁樣。咁我考咗 B2 合格，所以我就可以入去 C1 嘅班級啦。咁到個課程完結咗，我就去參加咗 Gotha Certificate， 即係哥德嘅高級程度德語 C1 考試啦。結果我係考試合格咗，但係筆試我就爭幾分。之後就忙好多生活上面嘅繁瑣事務啊，例如居住地方嘅手續啊、結婚啦。結婚之後本來諗住繼續揾工嘅，點知就有咗 BB。生咗小朋友之後冇幾耐，全球就爆發呢個 Corona 武漢肺炎啊！一爆就爆咗2年幾，然後一直就韞喺屋企度。本來我就想再考多次 C1 嘅，但係因為咁樣，我連德文堂都冇繼續上啦，然後就不了了之咗。咁時間又翻嚟今年啦。話說我年頭就同老公喺 Ausländerbehörde， 即係外事局啦，上次提過續呢個居住證 Aufenthaltstitel 嘅時候咧，個職員就話我個國籍同埋個護照都好麻煩啊。反正你喺度住夠年期啊，老公又德國人，又喺本地度生咗小朋友，佢就話不如你入籍啦。咁我同佢一路傾嘅時候，佢就話啊，你啲德文都幾好啊，你有 B2 C1 嘅啦嘛應該。咁就順便問我你有冇證書啊咁樣。咁我自己都冇諗起，其實原來我筆試未合格過，所以我根本上冇 C1 嗰張證書。咁佢就話啦，唔緊要啦，你冇 C1 咁你 B2 嗰張呢？咁樣。咁我就攞 Einstufungstest 張評核試嘅 B2 證書俾佢睇啦。咁張評核試其實係咩試嚟嘅？嗰張係 Onset Deutsch 嘅語言評核試啦。係 TestDorf 開發嘅系統嚟嘅。TestDorf 即係德福嘅考試，就係德語能力檢定嘅測驗之一。咁佢證書基本上就俾德國所有大學都認可啦。咁我諗住由呢個系統開發嘅評核試嚟做證明應該 OK 啦。咁佢睇完之後就話啊，其實張證書就證明到你有 B2 程度嘅，不過呢張嘢係真係攞嚟做評核試嘅咋。咁評核試就歸評核試，你唔可以攞呢張嚟做語言入籍嘅證明嘅喎。咁我嗰下聽到我就同我老公都企喺度啦。咁即係點啊？即係我讀到 C1，原來冇一張證書係攞嚟做到入籍證明㗎。咁外事局個小姐就好輕描淡寫咁樣話：你講得咁好啲德文 C1 又爭嗰少少，你考咗 B1 翻嚟都唔會好難啫，我等你張證書啦咁樣。咁你講就咁講啫，我幾年冇上堂，又冇翻工，日日都喺屋企做呢個不見天日嘅家庭主婦、全職媽媽，即係大概係咁啦。同埋考試都唔係淨係你本身語言嘅程度啊，我覺得同考試技巧都好大關係。你咁耐冇上堂，其實好影響㗎嘛。但係要上堂嘅話呢，結婚之後我由市中心搬到去老公住嗰個市郊離火車站好遠嘅小鎮啦，又有個小朋友屋企啦，幼稚園半日就閂門啦，我又未考車牌，根本上要返學基本上冇乜可能。然後其他人就密集式上課，不停咁樣做模擬考試，我就喺咁樣赤膊上陣，會唔會冒險一啲呢？咁好煩惱，諗緊啲交通不便嘅問題之後，我就冷靜同自己講啦。Kylie B1 啫嘛，你幾年前都讀到 C1 啦，喺屋企日日都講德文，又用德文寫嘢，咁基本嘅中級程度你自己屋企自修咪得咯。就咁呢，我就俾錢去考試啦，屋企自修咗1個月，然後考試嘅結果係高分地合格咗啦。啊哈哈，我對自己太冇信心啦，散花先，做下啲效果。咁話說回來，大家可能好好奇啦，你由 A1 讀到 C1，點解你冇考過公開試嘅中間？
咁其實係因為我之前一路覺得喺校內有升班試啊嘛，我由 A1 一路讀數上 C1，然後去考 C1 合格咗，咁我唔可以一次過慳錢慳時間咯。好孤寒，但係我講笑，但係其實我講真。加上我讀德文嘅時候，其實我係第一年喺德國做嘢啦，屋企同公司距離真係好遠好遠啊！搭車加埋行路嘅時間幾乎係2個鐘咁滯啊，一程喎，基本上冇可能喺咁忙碌嘅工作同埋搭車時間之後，仲要預備考試。我嗰陣時放工之後去上德文夜校，已經攞咗我半條命啦！朝頭早5點幾起身去返工，夜晚上完堂返到屋企都差唔多10點，第二日又重複5點幾起身，星期六仲要做功課喎。同埋我當時係同一啲非常自私同埋永遠唔會清潔嘅室友一齊住嘅，咁亦都因為慕尼黑揾屋真係好難啦，我搬唔到出去，所以除咗肉體上我瞓唔夠，精神壓力同埋心理壓力都非常大，咁個款去考試真係幾難搞。另外我就係一個好討厭考試嘅人嚟，日常生活我就好中意學習啦，同埋使用我學到嘅嘢。我對好多事物都好奇，好有興趣去了解嘅，但係你叫我考試咧，我就撲風硬咗啦。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咧，如果你打算喺德國長久居住，然後不停咁讀上去嘅途中咧，你喺 B1 升 B2 左右嘅程度時候，真係考一考個 B1 先至繼續再讀上去啦。你增加信心之餘，又有個保障，又唔使臨時臨急先去考張證書翻嚟，因為真係好大壓力。下個影片我會同大家分享 DTZ B1 嘅德文考試策略嘅。如果大家都同我一樣喺屋企自修冇得去上堂合格，其實都唔係咁難嘅。咁你嗰條片就應該會用德文嚟錄影，我會加中英文字幕。睇完條片大家有咩感想呢？歡迎留言討論啦，亦都請大家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俾我知道大家有咩想我拍嘅內容。多謝晒，下次見。